今天我们要来制作一个能用来模拟电池的工具，而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个东西嘞？原因是因为我们前阵子制作了一个电池供电的装置。请跟我的观众 say hello。大家好，希望你们今天过得愉快。就当我们急需为它添加充电模组时，却不知道要怎么测试这些充电模组。这时，如果你会说不就直接接到电池上测就好了吗？也不是不行啦，只是一来是比较危险，二来也没有办法归纳出有用的数据啊。而如果你会说用电子负载来测试啊，这就比较专业啦。只不过要测试充电模组，还真不是一般电子负载就能搞定的。怎么说呢？我们以下就直接来做些实验，感受一下 Charger 的测试过程吧。这是在我们先前的影片中所制作的电子负载，它的架构呢，基本就是个非常阳春的定电流负载。我们可以透过 M1K 来设定抽取的电流，负载模组就会将它放大为10倍的负载电流。这点我们今天就不多做展示啦。然而，用这样的负载来测试充电器，基本是有点问题的。像是这个迷你充电模组，号称最大能输出 4.2 伏1安培电流，用我们的定电流负载把它拉到满载，基本都还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我们再将电流调高，模组会进入 OCP 保护，到这边都还算是正常现象。然而，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在整个调整的过程中，输出电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这代表充电模组的输出能力的确有达到主瓦的 4.2 伏1安培电流，但同时也揭露了纯定电流电子负载的问题。因为无法控制电压，所以加大电流后，除了内组上的一些损耗造成压降之外，调整电流对电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么一来，我们就无法透过调整电流大小来模拟不同电池电压下的充电状态。为了看清楚这点，我们就先用电路模拟来看看吧。首先，这是我们定电流负载的基本电路结构。当我们把它接到一个 4.2 伏的充电器上时，无论我们抽取多少电流，只要这个充电器的内阻越小，它的输出电压就会越接近 4.2 伏。但因为一般锂电池在需要充电时，很可能电压只有 3.7 伏甚至更低，因此我们要用电子负载模拟电池，就必须将输入端点的电压控制在 3.7 伏。而如果我们想要控制这个电压，就必须帮我们的电子负载另外加入一级定电压控制电路，也就是所谓电子负载的 CV 模式。用这组 OP 电路来锁定电压，然后将这个电路和原本的 CC 电路 OR 在一起。因此，当输入电压小于 Vset 的时候， CV 电路中的 OP 负端大于正端， CV 电路就会输出 Low，NMOS 由 CC 电路掌控，维持原本的 CC 定电流模式。而一旦输入电压升高到超过 Vset 的时候，OP 正端电压大于负端电压，就会立即输出高电压。NMOS 改由 CV 回路掌控，驱动 NMOS 打开通道，加大负载电流，以便将输入电压压制在 Vset 附近，达成控制定电压这个目的。现在我们同样也已经将这个 CV 电路制作完成了，我们就实地的把充电模组接上来，看看我们的电子负载是否真能模拟电池抽取电源，以辨识充电模组的性能。我们先把 Vset 设定在高于充电模组的 4.2 伏满载电压，让它运作在 CC 模式，并把电流拉载到1安培满载电流。可以看到，我们的负载模组实际所接收的电压电流分别为 4.1 伏1安培。
现在我们慢慢的将 Vset 降低，当 Vset 调到 4.1 伏的时候，电流瞬间变成了 1.132 安培，这应该就是充电模组的最大电流输出啦。因为负载进入了 CV 模式 ，CV 控制回路为了把负载电压压制在 Vset 设定值，加大了负载电流，使充电模组输出电流饱和。因此，我们接着把 Vset 电压降低，充电模组就会一直维持着这个饱和电流。直到 Vset 电压降到 2.5 伏，充电模组进入短路保护，关闭了电源输出。再来，我们将 Vset 电压调大一点点，使它脱离短路保护之后，基本也无法直接回到原本的满载电流输出。这应该是所谓的低压涓流模式了，必须等到电压重新上升到 2.9 伏以后，才会回到原本正常的状态。到这边应该就足够证明了，这样的 CC 加 CV 电子负载应该真的能模拟电池的负载行为呢。那既然这是个电池模拟负载，我们应该就能用它来测试常规的充电器。我们可以将充电器直接接入负载模组，然后先将负载状态设定成像是接上一颗没电的锂电池，故可将 Vset 设定在大约 3.6 伏，然后启动。充电器把它当作是别种充电已满的电池，因为电容器的浮动电压使充电器误判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用充电器内建的修复模式强制为负载充电，它就真的可以进入正常充电状态了，然后维持在负载所设定的 CV 电压。我们现在慢慢把 Vset 调升。大约到 4.2 伏时，电流就开始逐步缩小，直到电流接近0安培，而且电压达到 4.2 伏，判定为充电已满，并且在充饱电之后，立即将电源断开，成为浮动模式。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发现，充电过程中其实会有周期性的 pulse 电流。我猜这大概就是用来量测电池内阻或安全性之类的。总之，用这种负载模组来做实验，真的可以知道很多充电器复杂的工作行为呢。不过当然，前提是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的话。总之，有任何影片相关的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指教哦。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别忘了帮我们的影片点赞订阅。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